今天要分享的公司就是仁勋哥的心头肉。好，上次我们分享类似的题目，那间公司叫做 Palantir。10月份的时候，那我们播出之后啊，5周 Palantir 的股价就从45美元暴涨到70美元，55%的涨幅。这次当然还是用同样的心情来分享这间心头肉公司。那因为这个公司呢背后有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竞争优势跟特点，我们希望分享完了之后，大家对于它有更好的了解，所以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仔细听。那会怎么样？不知道，不好说。今天我们要讨论公司就是 ARM。在分享 ARM 之前呢 ，Coach J 特别交代我，他想要炫富一下，要证明他讲的东西是有可信度的。那所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他的投资组合对 Lion 账户的进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那现在整个狮王账户、国王账户的股票价值已经到达40万美元。哎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去年11月投入的时候，狮王账户起始资金是25万美元。哎呦，厉害了！也就是说，在短短13个月内涨了15万美元，60%。我们给大家一个概念，今年度 S&P 500，也就是大盘，也涨得非常厉害，28%。狮王、国王的投资账户涨了60%，其实是非常 more than double。对。那如果我们只看11个月的话，其实狮王也涨了45%。其中有一只股票非常的有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新闻，叫做 Marvell， 对，也是半导体，漫威不是漫威，也是半导体的一间公司，在我们10月分享的一支影片之后，暴涨了56%。那尤其最近刚公布财报嘛，财报一公布直接涨20%。今天当然我们是要聊 ARM， 如果大家对于 Marvell 有兴趣，因为 Coach J 偷偷告诉我们说，现在 Marvell 的涨幅其实刚开始而已。如果大家对于 Marvell 有兴趣的话，扣一，我们就来分析一集 Marvell。好，我们这集就是要来好好的来聊一下 ARM 这间公司。对，那它基本上是半导体嘛，所以我们还是很快的跟大家回顾一下半导体整个产业链上下游，这样我们才知道它到底现在是在哪里。所以如果大家看图的话呢，我们就是从这个表开始，我们从最右边基本上就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现在看得到的产品。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东西，有用到晶片的，就像车啊、手机啊、电脑，甚至像资料中心里面的伺服器，其实都有用到。然后再往上推呢，就是半导体产业，供给这些各式各样晶片的公司，就是这个手机里面的晶片，比如说像 NVIDIA 或是一些伺服器的这些厂商，全部都算在这里面。然后再来到 Foundry 做这个晶片代工厂嘛，像台积电啊。然后再往上呢，就是 Embedded Software 设计晶片的这个软体，对软体。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这个晶片的设计的架构、设计图有专利的。那 ARM 这间公司呢，它其实就是一间英国的公司，做最上面的，对，它就是做 IP 的，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晶片架构图，对，细制裁公司，然后把这一个图授权给 IC 设计公司，让他们再去做调整。对啊，像是 NVIDIA 啊、Apple 啊，或是高通，他们在做晶片的时候，很多就是用 ARM 的架构。那它呢，基本上这个设计的技术其实用在很多地方，小到手机，大到资料中心。那特别的是，到时候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展开讲。目前跟大家先讲一下，它基本上就是移动手机，就等于手机端的霸主，里面的晶片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用 ARM 的架构，超过99%。好，我们来介绍一下 ARM 的商业模式。基本上，因为他刚刚说授权，那授权有2种类型，一个是我们叫线程型，一个叫架构型。线程型就会是即插即用，直接把那个图拿来就用。那一般比较适合中小的客户，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研发团队，可以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调整就好。对。然后但另外一个叫做架构型，那就像比如说 Apple 啊、NVIDIA 啊、高通啊，他们在做特制化晶片的时候，他们是基于 ARM 的架构再去做客制化，那做设计。那基本上大概就这2个主要的模式。那他收钱怎么收呢？就是他在给到这些晶片设计公司，他们会先收一个授权费，就你要用他的图，你要先有授权费。第二个呢，第2层皮就是你接下来生产出的晶片卖多少，里面还会再抽一个权利金，大概1到4%不等。但他现在慢慢就是后面我们会再讲到，越来越新的架构更新，其实他收的钱也会稍微再往上加一些，利润再高一些。所以基本上它整个收入的组成就会是第一笔的授权费，再加上后面晶片销售的权利金。第2点呢，我们来讲一下竞争对手。那 ARM 架构呢，到底在市场上有什么竞争对手？那就是 X86。这边可以看到，其实网络上有整理一个表格。主要的差异呢，就是在 ARM 的架构上，其实是一个低耗能的一个产品，设计比较简单，相对来讲就蛮适合像是行动装置啊。因为你看这个手机电池已经就是固定这么大，就是能够让手机低耗电，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X86呢，因为是 Intel 做出来的架构，它其实是高运算能力，目标就是运算要很强，就非常强，但是耗能就会比较高啊。因为本来它的东西就是可以插着电嘛，然后我就是要快，所以主要它的使用场景很多就是比如说桌上型电脑啊、资料中心、伺服器啊等等。不过呢，在现在因为科技一直不断的迭代进步嘛，所以等于 ARM 在低耗能的情况下，一直也往高运算能力跑。X86也是一样，在高运算能力往低耗能的路线走，一直往中间靠的，看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大致上就会是这个情况。看一家公司好坏呢，其实最重要一个点，除了估值之外啊，重点是要看这家公司的护城河宽不宽广，竞争优势有没有很强。对，所以刚刚看完就跟 X86之后，我们直接这边总结了几个 ARM 的护城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护城河就是在手机晶片市场的领导地位，它市占率高达99%，那几乎就全部了，全部都它了。那在这一块的核心地位，其实现在是
好像无法撼动，其他竞争对手可能花几十年可能都不见得追得上。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它因为有这个架构之后，它有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上面的开发者超过1500万的开发者，开发者的社群啊，在上面你设计要用的一些工具的软体啊，都是跟 ARM 绑定，对，很多可以互相支援。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再加上它因为有不同的算是设计的模板，从低阶到高阶都有，不管你是什么客户什么需求，应该都可以大幅缩短产品上市的时间。那你就大幅降低成本。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恐怖是，你用了它的架构，推出了一个晶片之后，很有可能你的下一代，对，因为你会一直迭代嘛。对，你会迭代，但你的下一代好像你也不会去改那个架构，因为改架构其实它的转换成本是非常高。相对来说，当你被绑定进这个生态系之后，想要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第二个护城河，刚刚有说，因为它 ARM 的架构最厉害的就是它的低耗能，那运算能力就会是看它能够进步多少。那它现在其中有一个好的方向，就是它希望能够在低耗能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运算能力。有没有案例？对，那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进展，就是在苹果，因为苹果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对他来说，过去苹果手机都是用 ARM，99% 嘛，只要是手机就会用 ARM。不过苹果的 MacBook 都是用 X86，在2020之前都是 X86。后来其实因为它效能提升，所以苹果在2020 11月后花了一个巨资做了一个架构的转换。M3、M4都已经用 ARM 的架构在做了。对，现在就会是这样。那这一个改变，其实对于 ARM 来说，当然因为 Apple 产品毕竟市场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这一块是对 ARM 的生意还有护城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高效能还能带来什么样的成长潜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刚刚有分享就是在行动装置上面 ARM 已经是99%的市占率，不过现在目前很大的一个机会点，其实是慢慢往资料中心中移动。也就资料中心这个，尤其在 AI 时代，大家都在投资资料中心，所以说不管是巨头也好，或是 NVIDIA 这些都是受益这一波浪潮。所以呢，过去资料中心其实都是一个算单体式架构，就是一台伺服器就想要它超强、最强，所有都让它来运算。对，所以你就会需要一定要非常强的运算能力。不过现在的等于说工作已经被解构，对，逻辑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所以等于说以前依赖单个大型计算网络这个事情已经稍微有些变化，现在变打群架了。资料中心那个伺服器的矩阵可以分成比较小的任务，然后任务拆开。对，那这个小任务，听起来 ARM 就有这个概念就跟 ARM 的设计概念是一样的。对，所以当它可以变成比较小的一个任务单元的时候，那 ARM 的架构就利用的机会就多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比如说像 Amazon， 其实也跟 NVIDIA 合作，其实开始在用 ARM 的架构是做它的资料中心的布局。所以这一块就会是因为资料中心的爆炸性发展，如果 ARM 在里面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或是市占率，对它的生意长远来说一定是很大的加分。那我们从这边也会看，就是其实 ARM 的在资料中心 CPU 市占率已经从2020年的7%到2022年的10%，所以22年就10%，继续往下，其实这一块市场的想象空间对 ARM 来讲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汽车领域，汽车就相对比较好理解，因为未来会慢慢走向电动车，所以耗电这件事情开始会不关注，因为燃油车比较不担心耗电问题，反正就加油就好。电动车能不能够有长续航能力？因为毕竟也是一个既定的电池容量，对，就跟手机概念就一样了。再加上汽车其实也不需要多高效的运算，所以这一块呢，未来也会是 ARM 很好的一个增长领域。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赚钱能力，因为对一间公司来说，护城河的大小就是跟赚钱能力息息相关。看一下这个图，其实看起来还蛮健康，因为它在手机其实有99%的市占率，不过其实手机占它整个收入的比例，其实大概就有一半超过一半，就有很大深蓝色的那一块，其实是非手机的收入，所以等于说它在生意的营收的来源上面，其实还蛮平衡的。那如果你再看到最右边，其实它再把它细拆了，其实有还蛮多块，像刚刚说的汽车啊，然后 cloud and networking 啊，资料中心相关的，其实都有蛮健康的比例，不会有些很小，然后有些很巨大。所以在生意上的风险以及它接下来如果整个产业往上起飞，其实它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布局，所以应该都有机会是可以雨露均沾。再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它其实是它的不同，等于说世代的产品。对，最新的现在就是 V9，那之前有 V8，然后 V7或是 O 的。现在目前看起来，当然就是以它自己的 V9权利金比例来说，大概是抽4%到5%。那过去的旧版本可能平均在报告上看大概是1.7%，所以也就是假设越新的版本卖越多，它的获利就越好，利润越好。所以在量不变的情况下，其实从这个表格往右边看，深色的地方越多，它的 margin 应该是越高。两个看起来，第一它的获利来源很平均，第二其实它的 margin 看起来新代卖的量也会往上推的情况下，对于它获利能力是一个蛮好的指标。好，当然刚刚护城河讲完，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它的风险，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毕竟投资总是有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是有可能它的智慧财产权会有被窃取的可能性，这个其实蛮严重的嘛。那怎么说呢？其实因为 ARM 的收入有20%来自于中国，中国他们叫做 ARM 中国，是一个不受 ARM 控制的投资公司，等于说他们现在做法就是 ARM 把 IP 授权给 ARM 中国，ARM 中国再把这些晶片设计的
授权给像这中间的那些子公司的关系有点错综复杂。对，然后就是再授权给比如说小米、华为啊，让他们可以用。好，那这件事情呢，因为有地缘政治关系，然后再加上错综复杂，再加上可能不会有直接的控制权，它毕竟不是一个生产公司嘛，所以它就是靠着这些智慧财产权、知识的对这些设计架构。那这些架构如果流出去，那它以后就收不到这个钱。或者是流出去的使用的人不愿意付钱，也已经流出去了。对，所以在这一个包含地缘政治啊，包含这个错综复杂子公司的关系，其实就是它的其中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 ARM 的收入来源，其实它的客户集中度非常的高，总共有前5大客户就占了它整个营收的60%。所以任何一个客户发生任何一个问题，其实对它营收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刚好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高通它的其中一个大客户跟 ARM 上面的一个纠纷。简单来讲，就是高通它并购了一间公司叫做 Nuvia。那 Nuvia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拿到 ARM 的授权去做 CPU，就它有付过钱，已经付过了。好，那高通呢，当然就是把它采购并购过来，就会觉得，哎，我付过了，那我并了一个付过的，然后我自己也付了，对，我就不用再付了，因为我就不用再额外付了，我用它的 Nuvia 的 CPU，我就不用再付一次钱了啊。但是 ARM 就不乐意，不开心，我本来收2000，你现在把它买起来就只要付我一次钱，说你还是得要给我付2次，所以他们就打了一个官司。现在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如果真的是破局，其实严重到有可能会影响 ARM 大概10%的营收，这个就会是其中一个风险，就是当客户这么集中的时候，任何一个客户有个风吹草动，其实都会影响到它的整体营收表现。第3个风险呢，就是开源架构的挑战。这个我们刚刚并没有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刚刚是讲 X86加 ARM， 那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哎，其实有个开源的架构，跟 ARM 的架构类似的，就是一样低耗能，然后也是有很高的可塑性，然后基本上也不用钱，重点是不用钱，开发者就可以在开源上面去开发自己的架构，然后不需要付架构的那个授权费。不过呢，当然如果看到这个又不用钱，感觉上好像不这么好。对，为什么 ARM 不会受到影响？目前原因是因为 ARM 呢，它还是比较成熟，生态系比较完整，所以你用 ARM 的架构，你还是可以大幅缩短上市时间。不过你用开源，其实你要开发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很多东西你都要自己来嘛。对啊，然后也没有客户资源，所以可以帮你再去完善啊，或者等等。尤其对于成熟公司来说，不用钱的最贵。对，那是对你。所以当你需要更稳定、确定的上市时间、更好的客户资源，其实你还是会选择 ARM。第二个角度，为什么 ARM 目前的等于说市占率还是比较稳？是因为其实架构在整个晶片设计成本里面，其实占比不算太大，大概就15%。所以这一个金额，其实对于很成熟的公司来讲，他宁可用15%换一个安心。所以其实他们并不会因为少，比如说省了5%等等，就转换拿一个很高的风险转换到别的架构。但是对于新创公司来说，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他们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一开始不想付那么多钱，对，然后又可能会比较 scrappy，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倾向，或是不会那么排斥用这个开源的系统。所以应该说，在这10年内，可能不一定会对于 ARM 的市占啊，或者使用什么太大的影响。不过长远来说，不一定，这不一定。这个生态系其实就是这么有趣，对，会变还是有可能会变的，这就是第3个风险。再来给大家一个数字当做参考，大家也知道说到底，比如说开源听起来还不错，但不会只是凭感觉，对，凭感觉。所以在10年前这个架构问世以来啊，其实在开源架构出货了100亿个晶片，好多。但是 ARM 从1990以来已经出货了2500亿个晶片，25倍。其实开源也不是没有人用，真的很多，但是就是比例上 ARM 还是非常居领导地位。25倍，对，讲那么多，到底 ARM 这间公司值不值得我们投资？刚刚已经看过就是护城河那些风险，那我们这边回到来表格，跟上次 Palantir 一样。好，那既然上次已经分析过 Palantir 嘛，我们就把 NVIDIA、Palantir 拿起来一起比较，排战。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看起来 ARM 的市值其实是跟 Palantir 差不多的。Palantir 其实在过去其实是涨很大，原本 ARM 是比 Palantir 大的，不过呢，照 revenue 的成长率来说 ，ARM 就相对来讲比较略显无力，偏低。那 Palantir 30，然后 NVIDIA 不用说了，就是93，很恐怖的数字。好，那在市值跟营收比例来说的话，ARM 是38倍，Palantir 现在真的是天贵57倍，那 NVIDIA 大概在27，可以比较一下。好，然后 PE ratio 就不用看了，ARM 跟 Palantir 都是飞天的状态，基本上就是一个超出整个 S&P 500大盘很多的一个数字。不过另外一个获利能力，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还蛮重要的，其实 ARM 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39%，但是 NVIDIA 64%啊，所以回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现在目前 ARM 的股价是137.9，根据 Coach 的财报计算出来，其实实际内在价值大概就是100亿左右。他觉得啦，那这边其实你如果整个横向比较，所有人目前的市值都是等于是 overvalue， 都超过 Coach 自己计算的。一般来说大概是这样，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整个产业是起飞状态，所以这个也算是合理。不过如果从刚刚另外那几个数字来看，包含增长、包含营收、利润跟现在的 PE 等等，还是看得出有些差别。对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参考。好，希望大家喜欢这集的分享。没错，如果喜欢的话，麻烦我们按个赞，按个赞，好事发生。对，会有好事发生。圣诞老公公会来找你。圣诞快乐啦！好，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拜拜。